3999塊啊，能買到一台什麼樣的小平板？如果把容量統一到12+256，那華為、Redmi、OPPO 官方價剛好都是3999，紅魔貴1000来到4999。那本来是打算做一期相比的，但實際上呢各有賣點特色。最輕的一台啊只有256.5克，是真的能往褲袋裡塞的。最猛的一台能把星鐵 1080P 頂着60帧跑，那還有一台特別適合看文檔，還有適合生態內輔助移動辦公的。所以啊，如果去硬湊個橫屏對比，最後很可能是你買了分數最高的啊，結果每天用着很別扭。咱們換幾個更實際的問題，那誰最願意被你帶出门？誰適合長時間打遊戲？誰看書辦公更舒服？還有誰呢是相对均衡的存在？那看完这期體驗加拆解視頻，相信啊你大概就知道自己的選購目標了。本期視頻全程無廣，可以放心使用啊。那外觀設計上，紅魔這台呢就是濃濃的科技酷炫風 ，RGB 透明水冷視窗，純平背板。從設計之初就能看出，主打的就是遊戲方向。純平的好處呢也很直接啊，放桌面不會蹺蹺板。另外3台相對來說就屬於簡約客製類型了，畢竟受眾量級不同。那華為是這裡唯一的雙攝，多了一顆超廣角，小平板拿來認真拍照的機會不算多啊。掃碼拍文件倒是更常見的，那這顆超廣角主要的價值呢也在這裡。雖然都是小尺寸平板，但這4台的分量感還是有明顯差異的。相比較外觀呢，重量是更影響實際使用體驗的。4台都能一手抓住，華為最輕，邊緣過渡也舒服 ，OPPO 排第2。Redmi 的重量呢還能接受啊，紅魔長時間懸空舉着，這個存在感是最強的。這裡的主觀手感呢，我會排華為、OPPO、Redmi、紅魔。那 OPPO 還有一個很明顯的差異，就是屏幕用了3:2，機身呢會更寬一點。另外，應該有不少朋友會把小板子塞兜裡的習慣。那我們找了同一條休閒褲試了一圈啊，華為和 OPPO 進去的比較輕鬆。Redmi 開始挑褲型，紅魔呢也能努力一下，只是褲子會先發表意見啊。那至於緊身牛仔褲，咱就別相互為難了啊，平板和人都不會輕鬆的。那麼華為為什麼能輕這麼多呢？後蓋一開，原因就很直觀了，它用了頸纖材質的後蓋，中間呢是一塊鎂合金內框，四周再做包膠保護，結構呢有點類似手機的三明治方案。那其餘3台是直角中框加全鋁一體機身。華為的頸纖後蓋本身只有0.43毫米，內框呢大約0.7毫米，雖然看着薄，但機身剛性的倒也不用太過擔心。真正的代價呢，主要來自電池啊，它只有6400毫安时，是4台裡面最小的一塊。Redmi 和 OPPO 用的是比較常見的鋁皮素骨，金屬後殼冲壓成型，裡面再粘一層塑料骨架，工藝成熟，成本呢也相对容易控制。紅魔為了把水冷燈效和純平背板塞到一起，頂部用了不少納米注塑和 CNC 精雕，工藝會更複雜，成本也會更高。那3台全鋁機型的後殼厚度都在0.6毫米以上，屬於行業的常規水平啊。後攝 Deco 全部用了金屬拼玻璃，沒有拿低硬度的亞克力來湊啊。到這裡應該就能明白重量差異的原因了。那華為明顯是輕薄先行 ，Redmi 呢把空間留給9100毫安时電池和大面積的散熱 ，OPPO 相對均衡。紅魔在大容量電池的基礎上呢，塞的東西更多。小平板的內部空間啊，看着比手機寬鬆，但真要把這麼多東西放進去，照樣得做選擇。輕薄、續航、性能、可靠性，誰都很難全部占滿。那如果從實際場景出發，那小平板最核心的必須是打遊戲。我們先從核心配置說起啊。華為呢是麒麟9010 ，Redmi 是天玑9500，OPPO 用的是第5代驍龍8，紅魔呢直接拉滿到第5代驍龍8至尊版。RAM 和 ROM 方面，華為的私印看不出規格，只能通過軟件測試的讀寫速度判断，結果大概落在 LPDDR5 加 UFS 3.1這一檔。另外3台呢都是 LPDDR5X 加 UFS 4.1的規格。4塊主板都是利好散熱的单層結構。堆疊方面呢 ，Redmi 比較特別，它把主板放在中間 ，SoC 也落在機身中央。橫握时能繞開2側手掌，熱量還能比較均匀的
鋪道金屬後殼。那其餘3台是傳統的侧置主板，核心發熱區域集中在機身的上方。散熱用料方面，OPPO 的散热膜總面積呢接近29000平方毫米，是4台裡最大的。華為大約26449平方毫米 ，Redmi 呢大概8463，同模呢只有3015左右。只看这一项 ，OPPO 似乎贏得很輕鬆啊。可是散熱膜只是散熱路徑裡的一環。Redmi 的 VC 實測接近14989平方毫米，而且呢是4台裡唯一採用導熱性能更好的鋁合金材質。紅魔的 VC 呢接近11866平方毫米。至於液晶和水冷的作用，有一说一啊，更多的還是提供情緒價值啊。那華為和 OPPO 的 VC 小很多，分別呢是3785和2951平方毫米。所以啊，它倆主要還是依靠大面積的散热膜把热量攤開。那散热呢，畢竟是個系統工程，不能只看誰貼的膜多，誰的 VC 大，散熱就一定好啊。熱量從芯片怎麼走到 VC， 再怎麼通過機身散出去 ，SOC 該放在哪裡，系統願意放多少功耗，這些呢都得一起看。那麼最直觀的就是來看遊戲實測的表現啊。先看王者榮耀，華為目前適配的是高清畫質加120幀，其餘3台能開到極致畫質加144幀，平均幀呢基本都能跑滿。直接看1%low幀更有說服力啊。紅魔幹到了144.4幀，幾乎貼着上限走。Redmi 和 OPPO 4支，華為是最低的，只有96.4幀啊。壓力上到原神，那差距開始拉開了。紅魔平均61幀，1%low幀也是拉滿的60.2幀，背面最高溫的39.1度。OPPO 平均59.9%，1% low幀的56.3，背面最高37.6度。Redmi 平均59.9%，1% low幀53.2，正面最高36.5度。温控相当出色。華為跑到4分半左右開始出現明顯的波動，半小時平均49.1幀，1% low幀呢是28.2，背面45.1度，整機平均功耗接近7瓦。那畢竟3大件存在差距啊，也確實沒有辦法跟另外3台在持續高負載上去做比較了。我們繼續上壓力到840P 的新鐵。紅魔、Redmi 和 OPPO 的平均幀呢都接近60，但 OPPO 的1% low幀可以看到開始疲軟了，只有37.4幀。遇到複雜場景和瞬時波動會更容易出現卡頓的現象。最後呢，來到1080P 的新鐵 ，OPPO 打開高分辨率後，實際渲染呢還是1260×840，所以這一輪我們就只看 Redmi 和紅魔了。那紅魔平均61幀，1% low幀60.1，繼續頂滿。不過代價是背面最高溫來到了47.1度，那這個溫度握久了會比較有感，想長時間玩最好還是得上個3人背夾啊。Redmi 平均59.9幀，1% low幀呢是52.8，正面最高42.1度，背面40.8度，幀率穩定性比紅魔是差一些，但胜在温控出色，能讓你長時間玩得舒服一點，同時呢保證不錯的流暢性體驗。那結合上面的遊戲數據已經可以給出遊戲場景的明確結論了。那紅魔追求極限，願意用溫度換貼頂的幀率 ；Redmi 呢追求性能和溫控的平衡 ；OPPO 能覆蓋主流遊戲，重負載時呢穩定性就一般了。那華為呢更適合輕度娛樂，持續高負載顯然不是它的主場啊。遊戲外圍方面呢 ，Redmi 側面有 AI 快捷鍵，可以開狂暴模式或直接啟動遊戲。紅魔呢也有類似功能的紅色競技鍵，適配度上呢，紅魔針對165、185赫茲的適配做得更深，還額外內置了 Steam 直連 PC 模擬器，體驗上肯定不及 PC 啊，但算是多了一些玩法。那對於平板來說啊，第二個高頻場景就是看劇、看小說、漫畫或者出門帶着改點文件了。那4台都用了當下主流的大阿角設計 ，Redmi 和紅魔的前攝都隱藏在黑邊裡，視覺存在感更低。那其中紅魔放在長邊居中，更照顧橫屏使用。OPPO 和華為呢則做了前攝的挖孔處理，華為放在了右上角 ，OPPO 的短邊居中挖孔呢存在感會稍強一點啊，但整體和手機的挖孔體驗差不多，實際上影響並不大。OPPO 和華為的黑邊是更窄的，視覺沉浸感會更好，但握持看書看劇的場景握起來肯定沒有前2台那麼得勁，拇指進來多了會存在誤觸的概率。那前面也提到過 ，OPPO 的屏幕比例採用了更接近正方形的3:2，優點呢是在閱讀場景的顯示面積會更大，信息密度更高，代價就是主流視頻平台的黑邊會更大，這點沒有絕對的好壞啊，需要大家根據自己的需求來取捨了。這4台小平板的屏幕詳細參數，大家直接看圖啊。4台平板除了 Redmi 是3K 分辨率的 LCD 以外，其餘3台都是2.5K 的 OLED。Redmi 的等效 PPI 更高，显微鏡下文字的邊緣明顯更加銳利，閱讀體驗確實更有優勢啊。而紅魔顯示文字時邊緣的踩邊情況會比較明顯，近距離看字時呢，細膩度會稍微打點折扣。那 OPPO 和華為的表現介於兩者之間。
另外啊 ，Redmi 的 LCD 屏幕先天优勢就是全亮度的 DC 調光，完全没有 PWM 频閃的困擾。对於频閃敏感的用戶來說，這可能是選擇它最核心的理由了。其他3台 OLED 呢都採用了中高亮度類 DC 調光、低亮度高頻 PWM 調光的混合方案。調光頻率呢從高到低分別是 OPPO 的3840赫茲、紅魔的2960和華為的1440。那還有4塊屏幕均為線偏振光屏。當然，不管哪種屏幕都不建議長時間或者關燈玩平板啊。亮度方面，大家看一下表格，手动全屏方面啊，超过800尼特的只有 OPPO 和開啟陽光模式的 Redmi， 紅魔的745尼特的中規中矩，華為的666呢相比之下啊就稍有劣勢了。強光激發後，全屏亮度仍然是 OPPO 的遙遙領先，其餘3款的亮度差距不大，都在1000到1200尼特這個範圍內啊。10%小窗口模式下 ，Redmi 和紅魔的亮度沒有明顯提升，華為呢則爬升到了1740尼特，明顯是更亮了。但要說亮眼，還是 OPPO 這邊的3244尼特一騎絕塵啊。繼續縮小窗口到1%後呢，兩者都沒有明顯的亮度提升了。那最暗亮度除了華為的4.7尼特偏高外，其餘3款都落在了2尼特上下。屏幕保護玻璃啊，華為只標注了玻璃的類型是鋁硅玻璃，沒有給出具體的名字和型號。而 Redmi 和 OPPO 呢都採用了康寧的第5代大猩猩玻璃，紅魔呢則沒有公開任何相關信息。那我們就用莫氏硬度比啊來大致測試一下這個玻璃的硬度。4塊玻璃在硬度方面的表現呢差別不算大，都穩穩扛住了6級的摩擦，但在7級時呢出現了細微的劃痕，那就更別說8級了。不過呢，華為的這個劃痕啊，明顯是要比另外3款更淡一些，所以啊，日常還是不要把平板和鑰匙之類的硬物长期混在一個包裡。那屏幕內側的驅動板上都有抗干擾貼紙的覆蓋。觸控 IC 方面，由於 Redmi 採用的是 LCD 屏幕，那因此是聯詠的 TDDI 方案。另外3款 OLED 屏幕，華為和 OPPO 採用的是匯頂的 GT9966，紅魔呢則是新思的 S3930。對了，這裡順便提一嘴 OPPO 和華為的柔光板。那我個人的建議啊，是如果你對柔光板有需求，並且個人使用習慣很好的情況下，可以選購。那不然呢，一律推薦常規的高清版。實在還有需求的，可以買贴膜解決。顯示之外，外放效果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比較關心的體驗。揚聲器的具體規格大家直接看圖。我個人的听感啊，綜合來看 ，Redmi 是最出色的。那不管是響度、低頻還是人聲的表現都要更好。紅魔響度和 Redmi 差不多，但音質還是有調優的空間啊。剩下2台確實各方面都差點意思，但也沒有拉到完全不能聽的程度。畢竟主打輕薄啊，音質這個東西就是不能對比。那除了音質，揚聲器開孔布局也值得關注。Redmi 和紅魔的揚聲器開孔都做了上移處理，橫握時不会被手擋住。OPPO 雖然有4組開孔，但實際出聲啊集中在右側，橫握時同樣不容易遮擋。而華為的下揚聲器放置在了左側，橫握時聲音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啊。聊完了娛樂場景，我們來聊聊小平板的移動生產力。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啊，用平板辦公就是個偽命題，但這取決於你想讓它完成什麼。如果要替代電腦進行複雜生產，那它顯然是不可能的。但如果是非常輕度的輔助辦公，那麼小平板這個尺寸就卡在了一個很妙的點上啊，它比手機的屏幕大得多啊，又比大平板和筆記本輕得多，隨時隨地掏出來就能用啊，這种便携的優勢確實存在使用的需求啊。那這4台裡，輕辦公體驗比較突出的是 OPPO 和華為。OPPO 是4台小平板裡唯一支持3個應用同屏分屏的啊，也就是全景虛擬窗功能。在小平板上用起来啊，肯定比之前的手機要好用得多。那比如你左邊開一個網頁查資料，右上角掛微信和同事溝通需求，右下角再打開 WPS 改文案。3個窗口的尺寸在小屏幕上雖然不算大，但勉強是夠用的，可以省去來回切应用的麻煩。那這個操作邏輯也跟 OPPO 自家的折疊屏 Find N 系列是一模一樣的。對於習慣了這套多任務並行的朋友來說，上手成本是很低的啊。接着呢是應用適配，那常規的愛騰優以及 B 站、抖音這4台平板都做了完美的適配，也有單獨的 Pad 應用，體驗差距很小。OPPO 和華為在桌面橫豎屏切換時啊，會有絲滑的圖標元素重新排列。PC 級應用方面呢，華為基於原生的鴻蒙生態，不少辦公應用本身就是按照多端適配來重新設計的，所以對平板的適配完成度是最高的。要是你有文檔批注的需求，那華為和 OPPO 呢都有配套的旗艦級的手顯筆支持。華為是 M Pencil Pro，OPPO 呢則是 Pencil 3 Pro。核心的參數上啊，兩家都是1.6萬級的壓感，都有息屏速記和震動反饋。體驗上的差異啊，主要在於2點：書寫手感和 AI 能力。那 OPPO 用 X 軸線性馬達模擬書寫時的沙沙聲，帶來接近紙張的書寫體驗。還能夠通過輕捏筆身的方式來調用多種 AI 能力。那華為除了輕捏筆身外，在筆尾額外做了一顆物理按鍵，用來快速喚醒小藝。
两家呢都有查找功能 ，OPPO 支持10米範圍內響鈴查找，華為呢則憑借星閃技術做到了50米範圍的精確查找。生態方面，4台平板都可以共享自家的手機網絡，接聽手機電話。華為可以單獨插卡以及收發北斗衛星消息，這個對於需要獨立通話、獨立上網的用戶來說，實用性肯定是很高的。OPPO 除了生態內的互聯外，還額外支持和 iPhone 進行文件互傳、接收短信、通知流轉，甚至是平板接聽 iPhone 的電話。那對於跨生態的雙持檔來說是非常受用的。所以綜合來看，如果你把小平板當做一個輕辦公的移動站，經常需要多任務處理、文檔批注，那 OPPO 和華為更值得優先考慮。OPPO 勝在系統交互和跨生態的便利性，華為呢勝在原生應用的適配和獨立通信，基本可以看作是折疊屏之下非常有性價比的一個替代方案。Redmi 和紅魔也能處理常規文檔，但他們的資源明顯更偏遊戲。Redmi 適合已經有小米手機和米家設備的用戶，紅魔呢更關心遊戲空間、外接屏和模擬器。办公能做，優先級沒有前2台那麼高啊。接口方面呢 ，Redmi 和紅魔都配備了雙 USB-C 接口，一個在底部，一個在側面，橫屏遊戲時充電都能做到不擋手。那紅魔的側邊 C 口還做了上移的處理，這個設計細節考慮的會更周到。那 OPPO 和華為呢只有單 USB-C。傳輸速率上，OPPO、華為和 Redmi 的長邊都支持 USB 3.2 Gen 1其中紅魔的短邊支持 USB 3.2 Gen 2，理論帶寬呢來到10 Gbps。雖然4款平板的 C 口都有支持到 DP 視頻輸出，但紅魔提供了完整的投屏解決方案，有線連接支持 4K 144赫茲等多種輸出模式，做到了帧率和畫質全部要啊。其次呢是在連接顯示器後會自動適配外接屏幕的畫面比例，讓遊戲畫面盡量鋪滿整個顯示器。也能選擇豎屏顯示器的投屏。另外，紅魔還做了非常貼心的聲音分離，比如你在客廳把遊戲投到電視上，但是不想聲音外放打擾到別人，那聲音分離就能讓畫面在大屏上，聲音在你的平板上。還支持投屏後連接手柄和鍵鼠，配合上面提到的內置 Steam 和 PC 模擬器你可以把平板變成一台客廳的遊戲主機。電池方面，4款中只有 Redmi 和紅魔做了快拆設計。電池雖然形態各異，但接口和電芯的數量都保持一一對應，有幾個接口就有幾塊電芯啊。保護板均採用常規封裝方案。容量方面，最大的 Redmi 為9100毫安時，其次是紅魔的8300以及 OPPO 的8000，華為呢就只給了6400毫安时。制造商各不相同，飛毛腿、新旺達、新能德以及比亞迪。那主流的電池制造商基本都湊齊了。不過電芯上，華為的飛毛腿用的是 ATL 的，其餘3者呢都是本家出品，能量密度的差異不算大，都在750瓦时每升上下。最高的 Redmi 呢是786瓦时每升。充電方面，包裝內附带的充電頭，紅魔給的最大有100瓦，其餘3款都不到70瓦。但其實紅魔平板自身支持的充電功率也就80瓦，所以功率差距并沒有想象中那麼大。實際峰值充電功率上，紅魔呢還是有一些優勢的，最高可以來到77.7瓦，其餘3款大差不差，都在55瓦左右。1到100的充電時間上，除了電池最大的 Redmi 需要77分鐘以外，其餘3台呢都在1小時以內就結束戰鬥了。還有一些影像外圍器件你像麥克風，只有 Redmi 的給到了3顆，其餘3款都是標配的2顆。環境光傳感器4款都只有屏幕面的1顆，閃光燈也是一樣，全部採用單燈珠的方案。馬達方面，2台主攻遊戲的平板肯定是要給到雙 X 軸線馬達的，並且馬達型號和供應商也都完全一致，都來自橫店東磁的 LM0815B。剩下的2台，華為給了一顆10×2.1毫米的圓形轉子馬達 ，OPPO 呢則乾脆直接取消了這一配置啊。相同的取捨呢還出现在這個生物解鎖上 ，OPPO 直接放棄了指紋，採用2D 人臉識別方案，其餘3款都將指紋功能集成在了開機鍵上方便使用。那還有一個華為獨一無二的功能，就是前面提到的 SIM 卡功能，不光是上網，還支持完整的通話和短信能力。這一切都要歸功於麒麟9010的內置基帶設計，甚至連雙向北斗衛星消息這種不常用的功能，華為也沒有閹割，依舊全部適配到位。最後呢，再聊一個小平板的歸宿，就是放家裡當中控屏。那華為和 Redmi 在這裡更有優勢鴻蒙和米家都能直接拖拽控制音響、空調和燈光，語音助手也都很好用。華為能插卡的優勢在這裡又能體現出來即便家裡斷網了，也能通過平板來遠程操控本地的藍牙網關。Redmi 的優勢呢是米家設備的覆蓋比較廣，自動化玩法多，已經搭好米家全家桶的用戶，把它放到桌面支架上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。那至於 OPPO 和紅魔，雖然可以通過下載 App 來實現控制功能，但和系統內的原生體驗肯定還是存在差距的。最後呢，我們聊聊價格。按官方價 ，Redmi 8+256從3599起，12+256呢是3999，
華為12+56是3999，OPPO 8+256呢是從3699起，那12+256同樣3999，红魔12+256是4999。把规格对齐以后啊，前3台正好站在同一个3999元的路口，選誰主要看你願意把預算留給哪一種能力。那華為和 OPPO 都是 Pad mini， 從名字就能看出定位類似，都是強調輕薄，都有不錯的手寫筆體驗以及更強的生態互聯體驗。那它倆的差異主要就在於華為能獨立插卡，鴻蒙生態的原生應用適配完成度更高，但續航和遊戲體驗是明顯的劣勢。而 OPPO 的3:2屏幕比例在閱讀場景下更有優勢，3分屏的全景虛擬窗也是4台裡最成熟的多任務方案，並且跨 iPhone 的深度互聯對於雙持用戶是一個非常實在的加分項。驍龍8 Gen 5的性能呢，也足夠覆蓋一定的遊戲需求。那至於 Redmi KPad 2和鴻蒙遊戲平板5 Pro 這2台，毫無疑問是純粹的遊戲機。Redmi 勝在溫控極佳，產品力均衡，價格也更親民。而紅魔則是極致性能釋放的代名詞，再加上遊戲適配度、玩法以及酷炫的外觀設計，就是為硬核遊戲玩家準備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。如果能對你的選購帶來幫助，別忘了一鍵3連支持我們。